我们前面讲过左下式独立，那么右下式独立与左下式独立呢，动作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肢体运动的方向是相反的。左面呢就换右面的这个肢体，右面肢体换左面肢体进行运动。好，下面请看这个动作的完整演示。右下式独立，左下式独立做完以后，右脚下落，下落到自己左腿的右斜前方，脚前掌点地。这时候以左脚的脚前掌为轴捻转，同时左手变勾手，右手掌随着转体到自己左前臂的下侧方，右脚提起，往自己左脚的左后方下落，脚前掌下落。同时屈蹲左支撑腿，右手往下松沉，沿自己右大腿内侧向前穿，穿到自己右脚面地方，右脚掰脚，左脚一脚跟围轴扣脚，同时右手穿掌，左手内旋，变成勾肩冲上。这时候重心继续前移，右手往下踩按，左手随着重心向上提起，向上调掌提膝，形成金鸡独立的动作。眼睛看前方。我们在这个做的时候，左腿往下屈蹲，同时右脚下落。这个时候我们以左脚前脚掌为轴捻转，脚跟提起，转体的时候左手由掌变成勾手，右手随着转体到自己左手臂的斜下方。这时候右脚微微提起，提离地面，往自己的左脚的左后方出步，脚前掌落地，同时左腿向下屈蹲，右掌往下沉按，沿着右腿的大腿内侧，掌心向外向前穿，穿到自己脚的这个位置。这时候要求提顶，后手这个手腕为提。这时候后腿蹬进，右脚脚尖外摆，左脚一脚跟围轴内扣，同时内旋自己左手臂，右手向上挑起，掌指微向上。好，重心继续前移，压到右支撑腿，右腿向蹬起的时候，左腿提起，左膝呢对准自己的左手肘关节提起，掌指呢微微向上，左手的掌指沿着自己的这个左腿的方向，那么手指呢对准自己鼻尖就可以了，右手按到自己右胯的前侧方，四指指尖向前，左脚绷住脚面，微微往里内收，眼睛看前方。好，收势。我们左支撑腿这个时候支撑的时候，右脚往下下落的时候呢，容易出现左腿不弯曲，因为这时候左腿应该继续往下屈蹲，同时落右腿。但是我们在落的时候呢，会出现一些左腿不动直接落脚的现象，对，动作就看着比较僵。那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应该是右腿往下这个落的时候，左腿屈蹲，同时两臂也有微微的舒展。那我们再走，左腿屈蹲，右腿下落，两臂也微微舒展，这个时候就对了。然后我们开始往自己身体的左侧方转，那么以脚前掌转，注意大家一定不要这移重心，重心现在在左腿，还是在左腿提起左脚脚跟捻转，
这个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呢？重心前移到右腿去了。走转体的时候，重心跑右腿来了，然后再回到左腿，这个时候出现重心移动。这个时候重心是不移动的，还在左支撑腿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左腿支撑以后，还是以左脚的脚前掌为轴，脚跟一提来一个捻转，重心是没有变化的，没有前后变化。我们不要因为它把重心移到前腿，再移回后腿来。那么这时候注意，好，我们再来一遍，走一转。对，那么转的时候呢，左手刚才稍慢了一点，我们左手与自己转体要同时完成。好，再来一遍，这时候容易出现上下肢不协调，走，要同时完成。好，这个时候有的人这个腿直接就擦不出去了，这个是不对的，来直接擦不出去，对，还形成脚跟落地。这时候注意，一定要微提一下右腿，提离地面。初步的时候呢，这个脚沿着自己左脚脚跟的这个横向方向初步，一定是脚前掌先落地，一定不要脚跟先落地。有的人初步就脚跟出去了，一定要注意是脚前掌先落地，因为身体的方向呢没有变成上部，不是转体这样初步脚跟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身体的这个方向还是沿着你正前方的左前方微微向左转的，所以形成好像撤步的方向，撤步的这个动作，所以要脚前掌先落地。那我们这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右手往下松沉，往下松沉，一定沿着右腿的内侧方，掌心呢冲外，然后有一个食指引导往前穿的动作，意识一定要到自己的指尖上去，有往前穿的这种拉开。这时候顶一定要提，有的人这个时候顶不提，松下去，整个身体就全松下去了，这时候不对，一定要提顶，立腰竖向。这时候往前掰脚、扣脚、穿。这个时候后腿注意，有的时候我们出现点地，那就腹下支撑了，也就往前上步的时候，脚走一点了一下地，再往上去起了，那么这时候就出现了腹下支撑，那这时候是不允许的。重心前移到右腿，左腿提起，不沾地面，提起，哎，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支撑形成筋肌独立的动作，这时候才对。所以脚一定不要出现点地现象。如果我们好收拾，如果我们大家练的时候呢，腿部力量不够，你可以把重心高一点点，但是高一点点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要做出来。即使我们的重心偏高，我们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出来，不要重心偏高就走了。重心偏高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动作做出来，然后再掰脚再做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就把动作完全做出来更好啊。所以大家在做的过程中呢，一定要把动作做规范了。右下式独立与左下式独立，这个攻防呢都是一样的。那么它的用法大家看一下，假设对方左拳或左掌向我击来，那么我的这个左手要有一个刁腕的动作。刁腕动作呢是拿住对方，那我在刁腕以后，我有一个穿掌。那刁腕手腕一定要给对方，因为变勾手嘛，对吧？变勾手一定要叼住对方，叼住对方以后，我的有一个扑步
穿插的动作。那么这个动作呢，我的腿一定要穿挑进去，穿挑是一个挑裆的动作。那么这样一过，就整个挑起来了。那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是一个挑裆的动作。那么这个动作呢，这个上手、下手和腰劲一定要合在一起。那么这是下式的用法。那还有筋极独立的用法。筋极的独立的用法呢，假设也是对方不直拳向我冲来啊，假设他直拳向我冲来，那我这挑掌呢是挑出来这个提膝的动作。注意，我这膝就往对方怎么样？无论是他的腹部也好，这个胸部也好，那任由我来做，我把它往自己身体这边带一下，这时候用膝盖去击打对方。那么这时候是膝打，大家也知道，我们都知道，在攻防上有这个气打，比如说我们肩、肘、手、胯、膝、足，还有头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膝这个地方去击打对方。所以提膝的动作不仅说提平了，最好是能够练习的时候提高一点，它有这个幅度，运动幅度，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，你想击打哪儿就可以击打哪儿。所以呢，运动幅度呢，可以这个加大。我们用的时候不一定用那么大的动作，你可以大练小用。我们由左下式独立变成右下式独立的时候，主要是注意重心的这个移动，不要这个过分的移动。我们在做的时候，你看有的人做的时候就重心跑前腿去，然后再回到后腿来。我们呢，重心还是保持在后支撑腿。筋极独立做完以后，落腿，重心还保持在自己左支撑腿上，然后再捻转。所以这个地方注意一下。后面呢下式的时候，这些注意要求呢与左下式是相同的。我们呢就不一一说了。好，今天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。